這個是昨天建立的这個太陽能發電板是吧？然後同學說我們建在這個鐵路上了，穿模了，反正我是不會承認的。我們去另外一個地方去看一看啊，這個火葬場的話，檢查一下啊。現在火葬場一共有5個，後面有3個遺體的冷凍庫，他們可以出動的靈車數量好像滿了。哎，我們這個區域現在人口慢慢的已經上來了，我們現在需要接着蓋房子了。就3倍的一個速度啊，讓這個建築起的稍微快一點點，差不多應該夠了吧？就這樣吧。新搬過來的市民呢，他們大部分都是有文化的。你看，我們隨機點開一個房子，未受教育達到5位，就這樣吧。房子可以讓他們先慢慢蓋，我們先不着急啊。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我們城市現在每周收入是負2萬塊錢，我們需要為他們再增加一點收入了。再檢查一下右邊的地形啊，看一下有沒有什麼資源可以讓我們挖點礦、採點石油什麼的。這裡是沃土、森林、沃土，哎，基本上只能做農場了。想一下啊，農場在這個位置，我去，這等於說又上了一個山脈啊，而且旁邊還正好有一個河流，好像在這裡做農場也挺好的。那麼我們把這個道路啊，還得和山下去連接一下。可以在上方呢，我們先來2條2車道公路，沿着這個河流呢，我們是可以先不去做護岸的，但這個直線一定要畫起来，把这個農場呢保持的稍微古樸一點、自然一點啊，上去連接。然後既然要種田了，咱們想一下啊，這個土地多多少少要讓它完整一點點啊。這是什麼家伙？一個牛。啊，野牛沒有問題，一會兒就讓它消失了。那麼我們可以把這個平整地形的工具打開，找一個最合適的高度吧。比如說以這個道路旁邊為基準，地形高度928，然後把我們需要種田的地形先給它平整了。哎，這個地圖從航拍上看起來是很平整的，但實際上差別好大啊。哎，我們再檢查一下這個河流的高度啊，一會兒把這個路網給降下來以後，這個水會漫進去的。還好現在旁邊沒有建築，這不對呀，那為什麼這裡的高度看起來沒有問題？我好像恍然大明白了，你看啊，這個地圖的另外一端，這裡的河床是非常高的，所以呢，我們需要先把這裡的土地給刪了。再檢查一下這個河流的走向問題，比如說右邊的直線可以先不調整，把它對齊一個高度。再研究一下左邊的這個治理問題啊，哎，不對呀，你看這個河水把土地淹了以後，我們是不是更方便種田了？給自己找一個好一點的借口。剛才還說不做護岸的這個地方，現在我們不拉護岸的話，那它明顯是有問題的。我們這樣啊，拉一個稍微簡單一點的碼頭，這個地方就不過度的開發了。然後呢，這裡來一條直線，檢查一下。最後一步啊，把這個護岸給升高，然後我們的河水就漫不過來了。哎，昨天還有人說我建設這個水源沒有一次不淹城市的。我想說啊，這個啊，你說的對，我們再把這個高度啊稍微做一個小平滑，要不然我們整個區域就不是太好看。然後我們用這個路网啊，先簡单的把這個邊界給圍一下，方便我們做企業。好像還得分一個行政區。1230302，今天可能不在家，把左邊的這個多餘的節點啊，這樣降下来。那麼現在我們可以把這個農場的主樓先放在這兒，打開工業的選項啊，先放在，想一下，不能靠路口太近，要不然會堵車的。好像這整個區域來說啊，它都是我們的農場，也不用去擔心它分區的問題了。既然這個農場現在需要水電，還有31位工人，那麼，哎，這個道路是不是還沒有幫他們連接？我們想一下啊，山上到山下，
這個坡度目前看起來不是太誇張。然後呢，我們先拉一條直線去架起一個橋梁去實驗一下。180度。哎，這個位置去架橋梁的话，啊，这個坡度不行，我們先把它撤銷了啊。這個坡度有一些汽車他們肯定是上不來的。這裡有一條山脈，可能我們需要去做這個 Z 字形了。然後呢，根據這條山脈，我們先去拉幾條道路，先簡單一點。然後我們通過這個 Z 字形呢，讓它慢慢的去向下去走階梯。作為一條山路來說，這樣是沒有毛病的。好在它現在的高度已經快接近地面了。然後呢，我們把這條道路呢，通過地面上最近的一個節點，比如說旁邊有一個路口，先把這個路口給延過來，然後呢，再去拉一條曲線。山路18彎是吧？但這個彎度現在看起來有點太規則了。那麼把这條道路去做好了以後啊，我們可以去做一個平滑，基本上讓它稍微真實一點。做平滑的話也比較簡單，可以先這樣，再那樣，最後再那樣。最多的節點啊，目前只能選擇到這兒。然後我們按一下回車。哇，現在這個路網看起來好誇張啊！不過這個坡道沒有剛才那麼兇險了。最終我們再把這個山體給柔化一下，基本上就成了，讓它更加的自然一點。可惜這個時候沒有上山的車輛，要不然我們可以跟隨一下，隨機的檢查幾個坡度啊，高度沒有一點兇險的感覺。然後呢，我們來到山上啊，這個時候缺水缺電。缺電的話比較簡單，因為這個位置比較高，可以甩一個風力發電機。我們從城市裡面把這個電線桿給拉過來的話，無形中會增加很多的成本。然後水源，其實這個遊戲啊，感覺有的時候設定可能會有點問題。你看旁邊明明是有一條小河的，我們作為種莊稼來說，這個水源啊，沒有必要用我們城市的自來水，是吧？現在水電都已經連接了啊，遊戲已經暫停了。比如說我們選擇一條土路啊，來看一下效果。這條土路限速30，放在莊稼田那邊沒有問題。但是這個位置啊，它集中了我們工業的一些車輛，所以選擇一個限速比較高一點的。當然後續可以取消限速，但那樣的話就有點不是太真實了。我們找一條4車道公路吧，從這兒開始，先把這個農場呢開一個正門。農場維護樓，這個維護樓的正門啊，我們要把它朝向工業區的內側。好像其實它也不會出車輛。維護樓可以幫助增長工業區的工業樓的利用率，並減少垃圾排放。也就是說，這個建築其實可以多放幾個。之前每次建設的時候，我們放的都是一個。那麼接下來讓這條道路去延續的話，我們可以再畫出來一部分農業的行政建築。比如說，我們看一下。小型莊稼田，這個不是，這個是生產單位。磨粉機、牛棚、擠奶室、大型谷糧倉。這個倉庫我們可以把它放在外環，讓那些汽車沒有必要在我們的農業區內部去進行循環，太堵車了。糧倉可以多放幾個，谷倉的話放在另外一個方向。肉類加工廠。擠奶室，想一下，我有奶啊？沒有。那麼我們把這個擠奶室呢放在這兒，一部分車輛呢走我們農場的內部。原材料不足，農作物啊，現在需要為他們種田了。種田之前，我們把這個牛棚還有磨礦機都讓它就位。至於這些後續的加工單位呢，我們選擇一條土路啊，這個時候把這個土路給派上用場，放在這兒。其中要安排一些農場的宿舍。為了他們的效率呢，我們把這個宿舍呢先鋪一整圈。1、2、3、4，放置了8個，4個男宿舍，4個女宿舍，哎，應該夠了。每個宿舍可以提高5%的工作效率。現在我們整個農場的運作效率是140%，而且已經有車輛過來了。就是這個電源問題不夠的話，可以在旁邊繼續放一個風力發電機，反正他們也不怕污染。檢查一下這個車輛他們是去幹什麼的。菲爾農場返回中。
哪個是菲尔農場？那麼裝飾的話可以先不着急啊，比如說我們把这個土路已經規劃到這兒了，然後根據這個地形呢，可以先放置莊稼田，每個中間空3格，3個莊稼田。至於對面的空隙呢，可以直接放置一些中型的莊稼田。我們把每個莊稼田的造型都变得不一樣，讓他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哎，這樣看起來就有那麼一點像工業區的樣子了。大型、中型莊稼田佔據了這個一整格，然後我們把這個道路再次的分開一點。莊稼田有了以後，我們還需要放置水果田。接下來動物牧場，动物牧场的话，这个道路畫的有點太遠了。根據我們之前的觀察呢，這個農場運送動物的車輛會比較多一點。然後呢，我們讓它沿外環2個建築，沿內環2個建築。OK， 來再去調整一下。現在這個車輛已經越來越多了。然後這個溫室啊，一部分我們讓它種玉米，一部分呢要讓它種一點小麥什麼的，棉花，哎，棉花也可以。溫室留有2個溫室就行了。這個水果呢，來一點 apple、orange、梨子啊，不會念了。下方溫室啊，沒有問題。讓這裡的建築盡量要變得風格不一樣。一會兒我們還要穿插一部分的資產。我去，這個時候來了這麼多車輛啊！我們猜的沒錯啊，果然都是一些拖拉機。然後這什麼呀？你綿羊，想一下啊，上方的2個建築呢，讓它養牛；下方的建築呢，來養一點豬。好像現在豬肉又漲價了，基本上沒有問題了。你作為經營來講啊，我們現在盤山公路，整個盤山公路全部都是車輛。這個農業區沒想到有這麼多車輛啊！這後期我們可能在附近還要再建立一個新的貨運港口、貨運火車站或者貨運機場。貨運火車站的話，好像車輛也不是太多啊。為了增加他們的效率，這樣啊，我們先把2個工業區呢連接在一起，要不然他們去往我們的貨運火車站走得太遠了，是吧？從這兒吧，從這兒我們先穿一條隧道，或者架一個天橋，在後期堵不堵車呢，都可以更加的直觀一點。而且這個天橋不能越過我們的火車道啊，不影響。不影響的話，從這兒再增加一個路口。OK， 兩邊工業的車輛啊，他們利用我們一個貨運火車站的話，這個時候問題已經不大了。在裝飾之前，先檢查一下這個農場。至於旁邊有很多空地啊，不能去填過多的建築，要不然堵車會堵到我哭的。我們在旁邊呢，去放一點小型的樹木。OK， 這個地方就簡單的這樣吧，就簡單的布置一點。作為經營來說啊，剛才這個農場好像已經升級了。檢查一下這個農場呢倒是解決了600位工人的工作，每周的利潤現在達到了7134。我去，這個牛叫的我頭疼。我們去前方去看一下啊，這個位置沒有裝飾，這個位置先不着急。那麼我們農場的問題基本上把我們城市的收入已經變成了正數，這個蓋住不讓大家看到。反正我比較嘴硬，